Hi everyone, this video is designed to be used with Language Reactor, a great tool for language learning that has the following 5 features. For a 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 on how to use Language Reactor, click on the link in the comment section below. If you wish to study with transcripts, go to our website store to have access to our entire PDF collection for one low price, as well as other inexpensive courses such as HSK 1 to 6, Anki flashcards, pocket-sized posters to study Chinese characters, as well as audio podcasts, street interview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more. A link to our store is below.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艾琳。说到西方人时，通常中国人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形象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白人。那么，当这个西方人是黑人时，中国人的反应又会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在中国生活了5年的美国人来分享他在这里的生活和工作。下面我们就有请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Ben。对。大家好，我是 Ben。哎，你有中文名吗？周思。你为什么姓周？我的姓是 Jones， 然后听起来就周。对、哦、对，很多人说周思是一个女生的名字。有点像，有点像。你是来自哪里的？跟大家介绍一下。OK， 来自美国。美国的东部离首都很近。你的家乡是怎么样的？美国的城郊挺小的好玩吗？要看你喜欢做什么，就是比如说喜欢爬山或者跑步，在这个方面是很好，但是必须要有车子，要不然就是做不了事情。去公园还需要开车啊？对。那你直接走去公园不就可以省了吗？没有走路的地方，没有走路的地方。对啊，没有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对，我住的地方是森林里面，然后我家旁边有个中学，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农场。那你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音乐的理论，理论还有表演。所以我读大学的时候，我的计划是成为一名音乐老师。为什么会选择音乐这个专业？我对音乐就很有感兴趣，但是其实我觉得是跟我住的地方有关系，因为我们一般都待在家里，所以我们需要培养一些爱好，然后音乐就成为了你的爱好。对，那你家人也喜欢音乐吗？不太喜欢吧。怎么就你喜欢了？喜欢，但是不会弹乐器的。你会弹什么乐器？高中的时候我弹的那个不知道怎么说，大号。对，低音大号。吹的吗？吹的，对。然后弹钢琴，吉他，然后开始唱歌。哇，那你来中国有多少年了？现在差不多五年。怎么会想到来中国呢？读大学的时候我就爱上了学习语言。学了中文。学的中文，但是那个时候我中文水平不是特别高，最好的语言是俄语。那个时候是俄语。我中文老师他推荐在美国当英语老师，然后教一些中国的学生，但是因为我们时间有时差，我们可能需要凌晨工作。但是呢他也是可以说我们可以去中国就旅游或者当英语老师，所以说 OK 好的。然后那个时候是快毕业的时候，我有3个选择，一个是哈尔滨，因为我俄语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所以说 OK 我去哈尔滨还可以讲俄语。
另外一个选择是上饶，然后还有一个是忘记怎么说，保定，河北，对，保定。然后他说我应该去上饶，因为就很美丽，然后生活费不是那么高，然后工资是最高的。那你在决定了来中国之后，你的父母是什么反应？他们支持吗？他们不太支持啊，我妈妈也不是很了解政治，然后不是很了解其他国家吧，所以他就肯定不同意。我爸爸说对，可能中国是太严格。他说如果我在路上就比如说吐口水，我可以就坐牢。他有这个印象。因为就是新闻是很负面的，对，因为政治的问题。但是我看的最让我想来到中国是，我看到在 YouTube 上有些 YouTuber 他们会分享他们日常生活，然后他们说，即使你来到中国是很自由的，因为当英语老师你工资是非常好。然后我看他们就分享那个我记得灯光秀，我说哇，就是中国的城市是很现代的，然后我一定要去的。直接从美国坐飞机来上饶吗？还是转了？到了上海。那下飞机之后什么感觉？下飞机之后上海还好，很累，很累，就是因为是一个就人生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在飞机上我睡不了。太兴奋吗？还是对，太兴奋了，15个小时，所以我是很累。但是下飞机之后，对，一切都顺利。但是我入境的时候，我记得我说你好，我第一个你好，然后那个人就给我盖章，然后没有很大的反应，说你好，他说你好。好冷淡。对，上饶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在江西，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那你去到那里之后，你的印象是什么？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比我家乡还大，算是大，对吧？我住的地方就是like 森林里面，对，就是没什么的，但是有那么多高楼还有灯光秀，就是感觉哇是很现代的，很热闹。对，很热闹。我坐公交车很方便，但是在我自己家乡要开车到公交站的地方。对那你直接开去目的地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坐公交？我们离我们工作的地方很远，因为很容易堵车。我们不喜欢开车到单位，我们喜欢开到一个停车场，在停车场有公交站，然后还有在美国的高速公路，如果你车里有3个人，你可以走那个就是 express lane， 所以你需要付钱。或者你车必须要有3个人，所以有些人他们开车，然后你到了那个停车场，你还接另外一个陌生人，对，一起走。对。刚来的时候吧，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文化冲击？应该是在我们社交方式在中国一般是跟吃饭有关系的，但是因为很多外国人，就包括我。在这方面就是有点没有习惯，觉得我们没办法就是深入交流，因为我想跟一个人交流，可能会请他喝一杯咖啡，然后我说你最近怎么样，或者会讲一些故事，但是在中国一般是就是大家一起，可能我们一起就玩手机。就是那个时候会去酒吧，大家都在玩手机，但是在一起做自己的事情。对，这个还挺准确的。确实，中国人现在的中国人就是年轻人出去玩，他们就是上了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饮料，先拍个照发个朋友圈，然后就自己玩自己的了。对，差不多。刚来的1-2年有发生过什么
特别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吗？就是作为黑人的话，在中国，我说我是美国人，然后有些人就是他们不相信我。记得一次有人就是不相信我，然后拿出来护照说，对，我是美国人，你看，然后他还不相信，因为他不认识这个旗帜，国旗，对，不认识国旗，对，除了这个，就是在路上，我中文没那么好的时候，不知道就是别人在路上是说什么，但是我中文就是更好的时候，也可以开始听得懂。就比如说黑人你看黑人，或者就是外国人来外，对对对。一开始我觉得没事，但是跟我女朋友一起就是逛街或者对出去玩，她会有点生气，然后有点不舒服，因为她不喜欢就是别人这样子，因为她觉得是有点没礼貌，尤其是拍照。对，从这个之后就开始发现其实有很多人就偷拍偷拍之前不知道的我会带我的课本就去星巴克学习，因为喜欢这个咖啡厅的环境。然后我坐在那里，很多人可以看，就是他们手机就对，像第六感就对，所以就是没办法，就是认真的学习，因为我就是感觉有人在对，所以有抓到过吗？有。如果这个人就拍照，就偷拍，然后说我跟他说你好，最近好吗？他们说就是还是想保持一些距离，所以感觉我还是没办法，就是跟他们就是交流。最近就比如说前2周，我回到义乌，然后坐出租车的时候，这个司机，我一开门就坐车，他好像就已经骂过去什么来外人什么的，然后他说 OK 30块钱去我的地方，我说为什么不打表？他说我等了太长时间，因为他以为是端午节，所以应该有很多人就是来，对，但是他说我等了2个小时没人，然后说 OK 我不同意，所以他说那你可以下车，我说 OK 好吧，但是他没有给我停下来的所以我开始打电话我女朋友，然后就是解释一下情况，然后他终于打表了，但是我已经感觉坐这个车不舒服，开的时候也是说我来了一个黑人的黑鬼什么就是跟另外一些人对，然后我下车之后就是拿行李箱，他就开过去一些，开走了，就是向左的，然后说停下来，所以觉得这个人就不太好，所以就是拍他的那个车牌号，然后我女朋友投诉一下，其实他被惩罚，我以为不会的，所以我说哇，然后在网络上，因为我是学习中文，我开始拍一些视频，然后发到小红书，然后微博，然后微信，对，然后评论区，这是最可能有种族歧视的地方，有的人有一些恶评或者就不好的评论，然后或者直接私信我。或者专门有一些账号是来可能欺负或者喷一些黑人的用户，我说哇，就是真的是这样吗？就是原来这个事情不知道的，就不知道是多严重。因为之前在 YouTube 上会看一些YouTube， 然后他们说不是像西方国家一样的种族歧视，是他们没碰到过外国人，所以他们就是有点怎么说无知。你怎么看呢？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但是后来留这些评论的人一般是男生，然后我感觉他们是有点嫉妒，然后他们觉得你作为外国人是太容易找一个
中国女朋友。对，然后你发的帖子是你的女朋友的照片是吧？有的时候是我自己，然后还会存在这些评论，但是我一发我和我的女朋友，就是有更多的流量，然后有的评论是好，有的评论是不好的。你在小红书上收到了什么样的评论令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些人他们会提一些对黑人的刻板印象，比如说黑人是犯罪者，对，或者不知道黑人会玩女生，谈恋爱之后就会消失，或者真正的有2个女朋友，或者我有听说在非洲你可以有4个老婆，对，这样的话还会就是对我女朋友就是有一些不好的话，就比如说你是 easy girl， 或者她长得不好看，所以她才会找外国人什么。对，那你女朋友看了这些评论吗？对，也看过了。她是不是很伤心？对，有点生气，但是我觉得她，因为她已经跟我谈恋爱，然后小红书是她最喜欢的社交平台，她已经是要存在这个，因为她会跟着其他就是国际关系的人，就国际男女朋友。跨国恋爱，OK， 对，跨国恋爱，对，然后说你为什么要求男生就买房子，然后付彩礼，但是你跟一个黑人或者白人，尤其是黑人你跟一个黑人谈恋爱你不需要的。那你是怎么回应这些恶评的？有的时候会回复，但是现在觉得不应该回复，就是他们想发就发。小红书的话，我为什么现在不太用，是因为我发一些帖子说这个事情就发生过，他们会给这个帖子就限流，对，然后觉得就不公平。每个国家都有好人坏人，所以我应该就是多找一些友好的人来做朋友，跟这些负面的人就是来交流，就对我来说不是不好的。我还是没有办法就改变他们的思想，就是他们需要可能线下认识一个人才懂事，是这样子。然后有的人也是就是种族歧视，但是他们就是现实生活中没碰到外国人了，所以就是他们是重复他们之前听过的话，然后就是可能他们就是找不到女朋友，然后他们没有这些社交或者表达能力，所以就是只能在网络上就是这样子抱怨一下。那你觉得他们抱怨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发表这些带有种族歧视的评论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得到什么呢？就是发泄一下吗？让自己感觉更好。可能他们所谓的位置不是那么高，但是他们觉得我是比黑人好，我至少比黑人好，所以对，因为白人的帖子就没有这，一般还是有的，但是对少一点，对。那这种带有种族歧视的言论，你在现实生活中有听到过吗？现实生活中一般不敢这样子，但是1次我2次全都在上扰。女朋友是开那个电动车，我是坐后面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旁边就是说我知道你喜欢什么，然后就是开始骂我女朋友，然后对，然后说一些不好的话，就比如说我觉得黑贵，对这个字，然后另外一个是我爬那个三清山，也遇到过有人就是骂我这个字。可能第一次我觉得是骂我女朋友，
可能第二次也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们年纪大的有点无知，就是对不是中国人就不友好。他们为什么骂你女朋友呢？不知道，因为可能也是就是种族歧视，但是也是对女人也不太尊重。那你直接就是去到上饶工作了是吧？对，觉得这个工作怎么样？对我来说是挺好的，因为那个时候，哈尔滨工资是15000，上饶是18000，对，所以我选择上饶。那你是19年来的是吧？对，11月份，就还有1-2个月就疫情了。对。那疫情对你有影响吗？就是比如说你出行啊、出去玩啊什么就很难了是吧？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刚来的时候，就每天晚上会出门，然后就走路，就是看，这个新的国家就有什么的，但是疫情来的时候就不能走，就不能出门，大概2个月就待在家里，这是最难的时刻之一。那2个月在家里面是要教学的吗？还是要工作，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 Zoom， 然后这些网络上的平台，对吧？所以我有一台电脑，然后手机，所以想分享屏幕需要拿出来手机，所以一边是拿着手机，一边是用那个书表就上课，对，不是很方便。3月之后可以出门，所以在这方面是更好。到了5月份，他们开门了，所以我以为这些经济的问题会解决了，但是其实没有。2月份、3月份、4月份，我们还是收工资，但是是收一半。但是到了5月份，他们就停下来了，就不发了。然后他们说 OK，6月份10号我全部都发给你了，但是到了这个日期之后就不发。几个月的工资没有发？应该是3-4个月。他们对就是不是很诚实，到了最后。所以后面你就想离开了是吧？想离开，对，因为不收工资，那我怎么生活啊？那么多工资没有发之后，你就去别的地方工作了是吗？对，然后他们就是有很多的承诺，他们没有做到了。所以就是可能已经4-5次说我全部就付完，然后还没有，但是所以我干嘛要付钱呢？那下一份工作去了哪里？萍乡，又是江西5线城市，很小。5线18线18线，但是其实我不是很介意的。找萍乡这份工作难吗？这个时刻是最容易找工作的时候是吗？对，工资就上升了本来是18000税前，到了后面是25000税后。哇，好高啊！对，这个工作其实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他们刚开始的是一个新的培训机构，然后他们是很友好的，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学习中文最好的时刻，因为我在一个办公室就可以听我中国的同事说话，然后我们在沟通。我们就是需要来工作，然后没事情可以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所以觉得是挺不错的。但是到了后面感觉这个工作没有很多的休息时间，就是双休，但是我们放假的时候时间不是很多，然后觉得培训机构是太假的，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还是非常认真上课，然后我提出来的问题就这个校长就不解决，然后觉得也不是很好。还有一个问题是说这个城市就没有事情做的，差不多只有2个商场，
一个是那个钱红，是万达然后是我工作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商场，所以觉得应该是城市的问题，就是还有就是我有空的时候没有活动，因为大家都在工作，然后我在工作的时候，大家就已经下班了，对，就是要去社交找新朋友找不到，对，所以觉得不应该是这样，所以想理解就是叫我现在的工作，对，所以但是我是按照合同，这个合同说的是我提前2个月可以走的，中国的法律其实是1个月。您说提前2个月告诉老板就可以，对，就可以走。到了7月份，他们说 OK， 我们不同意，所以不让你走。为什么呢？他们需要一个合法的老师。另外的老师不是合法的？对，其他的是大学生或者没有正确的签证。警察来检查的时候，其他的同事他们不在。这个校长跟我说，他说 OK， 你可以跟他说你是我们唯一的老师。我说警察来的时候，我就假装我自己不会中文。其实他们把这个事情有点拖延，我说那他们不按照合同，那我就停下工作，因为那天是周6，我需要等到周1才能开始就是去一些部门然后投诉一下。我去了那个办理签证的地方，在办理签证的地方，我觉得他已经跟这个老板就是有些关系，他们不会帮我。但是我去了那个公安局的时候，我认识那个警察，因为是来检查我们学校的那个警察，就是那个警察，对，好像我女朋友就是有事情，就是需要工作，他帮我写一个信息。解释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就给他看，然后他的表情就他说 OK， 你要去劳动仲裁，我带了合同，然后他说那他们不可以这样子，所以他们就给这个学校打电话说你好，我是劳动仲裁的圆，就是然后他说 OK， 那一跟老板就是沟通一下，然后1分钟他们就同意。我发现我应该去劳动仲裁，之后我去了劳动仲裁就投诉这个上扰的老板。就是没有发你工资的那个老板。对。然后拿到了工资吗？所以是这样子，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是1个人去的，然后他们说 OK， 我们会联系到这个老板，但是我们需要开个会，所以老板要来的。所以需要一个翻译，然后就是在这个开会上，就是我们解释一下情况。这个老板就是在哭的说，我们对他们太好了，是一个女对，是那个女老板，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是投诉我怎么，但是我们把所有的微信证据打印出来的。所以他们已经知道这个老板就是不接电话，然后就是不理我们。所以我们写了一个协议，说到年底要全部就发完这个工资。但是到了元旦节晚上11点半，我一直在给他打电话，然后还不接，然后他就没发。那个是最后一天，他应该发完工资。发完工资。所以这个后面需要找律师，再做了个协议，然后说 OK， 你需要按照这个协议就做到，我们马上要执行的时候，他就发完了。对，就是最后这个工资是通过劳动仲裁要回来了。对。那你义务的这份工作是一个国际学校，对吧？对。这个工作怎么找到的呢？你们是通过什么找工作的？是通过中介的，就很多微信群，然后中介，然后是免费的。然后因为外国人少了，因为疫情的原因，是很容易找工作。还有跟你的你护照有关系。因为美国人找工作比可能南非
容易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中介还有学校还有家长就是有点歧视南美这个国籍，他们觉得美国口音英国口音是最想要的口音。其实我觉得不是很重要的，因为而且南非的口音也很清楚，他们有点像英式的口音，对吧？对。其实以前我也在培训机构上过班嘛，然后我知道我们学校的话是当然更愿意招来自英文为母语的国家，比如说加拿大、美国这些，但是有的时候招不到的话，我们也会招来自比如说俄罗斯的呀，或者是非洲的国家的外教。不过呢，家长的话他们是更希望外教是白人，因为就是看起来就好，对，就是更像会说英文的，哪怕你是来自俄罗斯的。对，所以你作为黑人在中国找工作会更困难吗？相比白人的话？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会有困难，因为我第一份工作我已经选择去哈尔滨，但是他们说不好意思，我们不接受黑人。但是到了后面疫情开始的时候，这个要求就没了。那个哈尔滨是直接跟你说不招黑人外教？这个中介是说的。那他们怎么知道你是黑人呢？我们需要发一个视频，对，所以他们知道的。我知道这个问题存在，我会直接打中文字，说有这个问题吗？然后有的说有的，然后他们甚至会给我看，他跟学校就是这个对话，然后学校说了不要黑人了，你可以找一些白人非母语者。对。你觉得为什么学校不愿意招黑人外教呢？因为家长他们可能受的教育不是特别高，所以他们不知道美国有黑人，然后他们不知道西方国家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是学校应该教他们的，他们只愿意赚钱，也不是真正的教育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我说我可以当英语老师10多年，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但是到了最后，我知道这个他们不管你的上课质量是怎么样，只要家长付钱就可以。或者只要你拍照很好看就可以。对。为什么还需要拍照好看？对，因为他们需要怎么说打广告。你觉得在中国职场跟美国的职场有不同吗？就比如说同事之间还有老板之间。对，在中国需要去一些工作后的一些活动。吃饭。然后对，然后对，不能太直接，需要委婉一点。我跟我的主教在一个培训机构上班，我们有些矛盾，就比如说我觉得我应该是怎么样，他觉得不是，我应该怎么样。那校长肯定会跟这个中国人就同意，对吧？所以慢慢我就了解 OK， 我来中国其实我不是一个英语老师，更像是一个英语模特。就是说对，英语模特我们有外教，所以可以来我们学校报名。所以现在不会有矛盾，因为我知道其实我不是一个真正的老师，我开个空调不行，需要问一下这个班主任。之前会直接开学生会感冒了，我第一次听到了说学生会感冒了，我说这样就很自然，对，是反应，然后是有点没礼貌的，对，所以OK。但是现在我懂了，所以我会带上我自己的怎么说电风扇，然后带在那种私人电风扇是吧？私人，对。所以在美国开空调不会感冒吗？在美国，我是24个小时开空调。就比如说我们去学校高中夏天我穿一个怎么说毛衣的那个
有帽子的那个 hoodie 那个会穿卫衣对，然后会穿这个，要不是太冷了。然后里面开空调，里面一直开空调。那你为什么不穿薄一点，然后不要开空调呢？不知道，就是我们有这个习惯，所以我女朋友也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开的空调，也是一个文化差异。我开的空调，是18度，有点冷。但是它一般是26度，吗？对。所以他说，我也觉得26度比较好。你跟你女朋友是怎么认识的？我们是在那个培训机构上饶的那一家啊。对。那你们是怎么在一起的呢？那个时候我们关系挺不错的，对他就是有点有兴趣，有意思，我们说有意思对，有意思，所以我请他去看个电影，然后他就答应了，差不多这样就开始了。好快。对。但是之前的话，我也下载，就比如说 Tinder， 然后谈然后，但是觉得有些软件是不好，就是不能相信那边的人，因为他们可能是做一些诈骗杀猪盘。对，对，真的有的。你碰到过吗？我记得从一个 App 上就认识一个女的，她是在一个按摩店上班。然后我记得一次我们在一个咖啡厅，她说那我前几天就拍一些照片，说哇 OK 那挺不错，说你想看看吗？他说OK， 然后他给我看，然后是穿的没穿吗？就是有点不知道怎么说，暴露。对，有点暴露的衣服。我说可能是另外的意思嘛。OK， 对。但是对有些文化的差异，就比如说在中国刚开始就是有意思的时候只会发一些短信，但是在美国会专门去一个地方就见面，然后就是约会了。对，约会。可能在美国你去约会的时候就是朋友关系，然后约会意思的关系，最大的差异是我们可以拉手，或者就是可能会拥抱，但是在中国不行。所以有些时候就是会OK， 那拜拜，下次见，就这样。他们说那所以觉得可能这边有点更害羞一些。那你跟你女朋友在一起交往的时候，有发现什么文化差异吗？就是在外面不能表示爱这是最大的。然后他说你是外国人，所以就是很多人就会看着，就是一开始感觉有点不舒服。除了这个，就是家长需要同意。但是你们没有说结婚的话就不需要家长同意吧？对，但是他一开始就跟他母亲就说一下我现在有男朋友，然后他是外国人。他母亲是什么样的反应？肯定不同意。对。是因为你是外国人吗？我觉得是。那后面同意了吗？后面同意了。怎么同意的？他是跟他的母亲就慢慢还是解释这个情况，然后他跟他母亲关系也有点不懂。在中国你跟你家长不会就是说很多事情，有很多秘密但是我说我们交往可能2年3年，已经是2年3年，所以我应该就是认识你的家长，然后我们也不要就每次可能出门或者做事情在商扰，就是怕怕碰到，或者是小城市，所以所有人知道我们在交往然后说 OK， 那就是让我跟你的父母就见面吧。
然后他说我太害怕，不行。但是我加了他母亲的微信，然后就说 OK， 那我们可以见面，然后吃火锅。然后很多时候我是说中文，他妈妈是说中文，但是他说英文。为什么？他说我太害怕了。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他妈妈跟你说什么了吗？那个时候他已经买了房，但是他妈妈说我希望你可以再买一套房子。然后那你当时听到这个是什么反应？已经知道了。他说你去考虑你把这些事情今天说的事情去考虑。然后说 OK。但是到了后面，就中国的房地产就特别不好，所以肯定不需要买房子。我们见面之后也会去他的外公还有外婆家吃饭，然后他们也是不太同意，但是所以是慢慢同意了。但是同意之后，我去那里还是有点不舒服，因为在美国会直接问你你最近怎么样，然后我会问你你最近就经历过什么的。但是在中国就需要说外婆好，阿姨好，然后就没了，就直接吃饭，然后没有什么固定的话题，就是这个饭很好吃啊。可能他们不知道要跟你说什么。对，所以我就保持沉默。但是保持沉默，发现其他的人也是一样的，就是可能玩手机。那不很尴尬？对。那你们俩在相处的过程中，有没有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什么矛盾？比如说购物那个淘宝购物，所以他总是觉得我买贵了。你很经常在淘宝上买东西吗？之前没有，之前有的，所以他说你买的这个包，他说太贵了，你必须要退到。然后退了吗？退了。然后我帮你买，所以这是一个文化差异，就必须要省钱。但是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会省钱的人，对我来说，因为那是对你来说，对你来说，因为我只会买书，还有课程，就是网络上1对1的韩语课，或者泰语课、中文课，对，除了这个就不会花很多钱。感觉其他外国人他们就每一天吃那个很贵的西餐，对吧？然后还会喝酒，对，所以对于我来说，我会省钱。还有其他的吗？还有其他的，如果吵架的话，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经常吵架吗？不经常吵架，但是在中国，每次我出外面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这个现场，就是有个女生就是站着在旁边就是这样生气了，对，然后男的在说没事不好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对于我来说是有点幼稚，因为两个人吵架那就是沟通就可以的，所以在中国觉得可能女生就男生要哄女生。对，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有点奇怪了。你们不会哄女生吗？就是如果你女朋友生气了，你不会去哄她吗？不是，我们两个人是成人，就是直接说问题就可以了。那你是直男。对，所以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比如说我在香港，我有自己的家，所以他会过来。如果他有点生气，对，也是会这样，就有点就是他也怎么说，他幼就对我来说有点幼稚，那个知道吗？这个那个然后呢？不理你。这么可爱。对我来说，美国的女生就没有这个呀。那你不觉得中国女生很可爱吗？对，有点对。在中国，
对，就是你女朋友很生气，她可能会出门，然后你是不是需要追她，对吧？对对对，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挨打，但是有一次是这样，就是她有点生气，然后就出门，然后可能10分钟、15分钟之后，她就回去了，因为你没有去追。所以他就慢慢的，怎么说，习惯跟外国人就谈恋爱，然后我也是一样的，慢慢也习惯跟一个中国人谈恋爱。刚开始都有点不太爱说话，就是有问题不爱说话。现在懂了。他说呀，你一直说，怎么样说？对，因为在美国就是这样子啊，有问题啊，那我就直接沟通。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大的一个文化对，可能是最大的文化差异之一。过节你们会送礼物吗？太熟的时候也会发很多的礼物。刚开始的时候会发很多礼物，然后就是520或者情人节，对发红包吗？不是发红包，发红包，但是路上有人卖东西，卖花，卖一些礼物然后就去买的。但是我买完之后就说谢谢你送我这个礼物，但是他不喜欢吗？他说是多少钱？我说是50，他又贵了，不要买，别买了。好浪漫杀手，他说直接本来很浪漫的一件事，他竟然说对除了你刚刚讲的，还有其他的，就是你觉得中国女孩跟美国女孩还有其他的不一样的地方吗？就是有些外国人他们说我想要一个中国的女朋友，或者亚洲女朋友，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很听话的。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有现在的女生他们会谈这个男女平等，对吧？但是我还是觉得一个差异是他们还是更 like more feminine， 但是不是100%那种怎么说呢，就是穿裙子然后有那个兔子耳朵的那种。说到这个兔子耳朵，中国女生拍照的时候很喜欢用那个美颜。对，但是我女朋友也不太会用的。因为我也不管，所以就是我发那些小红书的照片，她说不要发，就臭死了。臭死了。对。那他为什么不美颜一下再上镜？因为是我拍的。如果我没有女朋友的话，其实我跟就是传统女性化的女生，就是兔子耳朵，然后就是用那个就是恶心的语气，小哥哥撒娇，对，不行，你不喜欢撒娇的女孩子，不行，太奇怪了，就有点你女朋友会撒娇吗？不会。是因为你不喜欢，还是因为她本来就不爱撒娇？觉得本来就不爱撒娇。其实这个也算撒娇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每个中国女生可能会存在一点点，可能是10%、20%、30%，所以可能她是20%。那他撒娇的样子你喜欢吗？就是撒娇是像跟一个小孩，对，跟一个小孩就谈恋爱就有点不喜欢，有点违法，违法，对。就是你来中国之前也是学了中文的，对吧？当时的中文有多好？也没那么好，但是我大学的老师是说，我发音是很好。我喜欢学习的方式，是学完基础之后就直接打开翻译，就是打字，然后只是说出来就可以了。
那你的中文是就除了这个，你还用了什么方法学习呢？跟 HSK 课程来学习的，但是学到 HSK 5级之后，发现 HSK 本身是一个阅读的考试，然后对日常生活中就是没有很大的帮助。到了后面，我觉得我应该放弃 HSK 5或者 HSK 6，或者可以学的，但是我必须要找一些真正的内容，就去新华书店买一本书，然后看一个小说，不要看就只看这个课本，因为课本不会让你看得懂真正的内容。那你觉得学中文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如果你真正来到中国，有很多的口音，如果你是按照 HSK 的课程，你只会听这个有点奇怪的语文口音。正常的中国人不这么说话。然后中国人觉得南方口音不是很标准，或者南方口音就是带着这个没有读过书的感觉。但是呢，我觉得你学中文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就是听好几个口音。第二个是现在除了 Mandarin Corner 以外，没有人是讲的是外国人在中国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很多中文老师他们也不知道就是怎么去教外国人怎么真正的生活在中国。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就只愿意说好的事情，他们不会告诉你坏的事情，或者他们是在这个文化里面，所以他们不知道就是可能国外不存在这个问题。我有听过一些外国人抱怨嘛，说在中国哪怕他中文很好了，他跟中国人交流的时候还是有障碍。你会有这个体验吗？有的，在中国就是用中文的机会并不那么多，你需要被这个文化这个社会完整的接受才能碰到更难的一些词语。因为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只能就是有人就只能汽水人在哪里？就是对。你是怎么发现我们的频道的？应该是那个 HSK 那你的 HSK 视频对，然后就会一边玩游戏一边听。对，我是这样学习的。这样，你不是说不喜欢 HSK 吗？不喜欢，但是之前学习的时候会跟着你的 HSK 5视频来学习的。老的还是新的？应该是老的。我看你也是有发视频，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街头采访做影子阅读，是吗？影子朗读，是吗？对。那个方法有用吗？我觉得是有用的，因为那个麦克风可以实时听自己说话，所以可以实时改变自己的反应。你是主动听和说，不是被动听和说。很多人他们说中文有很多的声调，对吧？但是我觉得每个句子就是有一个语气，还有一个感觉，所以需要学这就是怎么去就发音这个整个句子，不是一个一个的字。对，是的。就是到现在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外国人想要来中国工作生活，也会有一些黑人朋友们想要来中国发展，就即使知道可能会存在这一些歧视的问题，那对于这些想要来中国的黑人外国朋友们，你有什么建议吗？第一，我觉得必须要说中文吧，必须要学中文，就因为如果有什么问题啊，或者就是有些人就是对你不太礼貌，那你可以直接说出来，然后他们会很快速的改变他们的态度。还有呢，就是加入一个黑人的一个微信群啊，就比如说
black teachers in Shanghai 有这样的吗？有这样的，对。所以如果有问题的话，那就是其他人可以帮你。第三个应该是，如果想教英语的话，找一些外国的中介，因为中国的中介就是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他们是有点不好意思说。其他的应该是就是你的资格必须要好一点，就比如说你人不在中国，那需要在自己的本国已经有一个教师证，也可以在自己的本国当老师，然后再来，然后你就有经验，前途更好。前途是哪个钱？就是前途。那今天非常感谢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故事、有趣的经历，包括学习中文的经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好的 ，OK， 那谢谢。讲了好多，对，讲了好多。好，拜拜。OK， 拜拜。